明朝哪些皇帝做昏君？首先啊，你得明白什么叫昏君啊。昏君不是那种智商或是能力有限的君主，那种叫庸君啊。庸君啊，可以有一个好的初心，我想把国家搞好，但奈何能力不足，无力回天。昏君啊，往往智商能力上都没啥大问题，有的甚至啊还是人中龙凤，玩权术玩得很溜，但他就是故意啊不干皇上该干的事儿啊，不往人道上走啊，人家是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啊。换句话说啊，就是把一己之私凌驾于国家、朝廷和百姓之上，这种啊才叫昏君。要照这个标准来看啊，明朝至少有6个皇帝都属于昏君行列的。第一个那自然是明英宗正统皇帝啊，我们伟大的教门天子，杰出的瓦剌留学生啊。此人在位22年，好事是一件没干，坏事却是五毒俱全。宠信宦官王振啊，纵容其祸乱朝政，陆川之役用兵西南，空耗国力，仓促御驾亲征，土木堡一仗，精锐尽失，不仅自己身陷囹圄，还致使瓦剌大军长驱直下。回国后不好好闭门思过，竟然还勾结奸臣徐有贞、兵痞石亨和宦官曹吉祥等人，逼死了亲弟弟景泰帝并且诛杀了大忠臣于谦，可谓是坏事干尽。第二个是明武宗正德皇帝，那简直呢就是一个没长大的荒唐胡闹小纨绔把国事当游戏出兵打仗给自己取名叫朱寿自封威武大将军，可谓是玩世不恭到了极点。他还宠信奸宦刘瑾等8人，号为八虎刘瑾造反伏诛后，又宠信乾宁、江彬等佞臣。为了能躲开朝臣的视线，他故意搬出紫禁城，为自己修建了高级会所豹房里面各种18禁的小游戏享之不尽。你说他算不算昏君呢？第三个就是明世宗嘉靖帝这位那就更不用说了，见天正事不干，将朝政委于奸臣严嵩，自己忙于炼丹修仙不说还在后宫虐待宫女因此差点被宫女勒死。嘉靖一朝，北边被蒙古暴锤，南边被倭寇扫荡，各地民变兵变四起，国库躺银被用来修建毫无意义的道场和宫殿，最后只留下了一个千疮百孔的末世大明，以及他那练得身形似鹤形的美丽传说。第四个自然就是明神宗万历皇帝了此人执政48年但其中30年都处于停摆状态，大臣不见，奏章留中，朝政不理，官员空缺亦不予补充以至于到最后内阁6部仅余2人办公，全国1半以上的知府空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还纵容手下宦官出任矿监税使，到各地去搜刮商税。万历3大征惨胜如败，空耗国力，萨尔浒之战败于后金，明清两朝国运自此逆转。第5个是明光宗太昌帝在位仅1个月，本不好评价，但关键此君是纵欲过度，进补仙丹红丸而死，可谓昏也最后一个就是明熹宗天启帝此人号称大明小木匠，在位期间沉迷木匠活而不可自拔，将朝政委于奸宦魏忠贤，以致魏忠贤权势熏天，祸乱朝纲，号为9000岁。除政治腐败以外各地灾害不断对后金作战也是屡战屡败，辽东之地尽失，只能退守辽西几个孤城。明朝至此可谓是气数已尽。明朝的昏君是被文官抹黑的吗？我是觉得凡事得讲究个证据吧，总不能说你上嘴皮下嘴皮一碰就说明朝哪个皇帝是被文官抹黑的，这他就真成了圣主明君了您得拿出证据来好不好哪怕说孤证不立，您最起码也拿出来个孤证给我们看一看。连孤证都没有，就靠口吐莲花，您以为您这写小说呢？想怎么编就怎么编最逗的就是还有一些网上的盲流天天在那念叨说这个正德天启之流都是让文官集团给暗害了。可问题是您这证据呢
啥证据都没有就胡说八道，还美其名曰我这个推理一下、推测一下那我还推测说他俩是学游泳时喝水太多撑死的呢反正都是推测嘛，不用证据，我想咋说就咋说。而且呢，咱说实话，明朝那几个昏君干的好事那就够黑的了，还用得着别人给抹黑让人活捉的有没有宠信宦官的有没有？修仙求道的有没有？声色犬马的有没有？干木匠活的有没有？纵欲过度的有没有？几十年不理朝政的有没有？让宫女给勒脖子的有没有？没事乱打大臣屁股的有没有？都有吧？就这些个斑斑劣迹从古至今换了哪个朝代，他也不是明君圣主所为估计连个合格的正常君主都算不上。再有一个呢，文官或者说是所谓的这个士大夫他们所认为的好皇帝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我想就算是咱们也都能说出个1、2、3、4来比如什么勤政爱民、重视人才、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等等，反正都是儒家提倡的那一套说破了大天去，也没有人会认为几十年不理朝政是个好皇帝所以尽管我们说这个明朝的官员，尤其是文官极其不是东西但人家对于好皇帝和差皇帝的标准十有八九是没什么大问题的毕竟大家接受的都是同样的儒家教育。那既然标准没啥问题，问题出在哪儿那就显而易见了最后呢，我再说一句中国古代皇权至上，大臣想要暗害皇上，咱先不说他有可能担负的这个道德谴责，就足以让他望而却步了单说这可行性就基本为零现实下，网上有些人上嘴皮下嘴皮一碰，就说谁谁谁是被文官集团暗杀的这就是扯淡即便历史上有些个那种权臣已经大权独揽到了极点，他也不太敢干杀皇上这事儿因为杀皇上这件事儿说到底坏的是规矩你杀皇上，等将来你当了皇上，别人就能照原样杀你。所以那些个权臣宁可搞禅让也不会杀皇上。所以总结一下就是明朝的文官或许有他本身的问题但别说人家抹黑人家没抹黑明朝那几个昏君换了哪朝哪代都是昏君奉劝网上某些好事者菜咱就认没有什么可丢人的。